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我们要来继续谈《人有20难》的第13难跟第14难啊。第13难是呢不亲未学难呐，第14难是心行平等难啊。那今晚这2难讲完了，我们就总共讲了14难哦。不要去想它了，时间就过得很快啊，很快就讲了14讲了，14难了。用心在直播上呢，用心投入，用心准备啊，当一天和尚啊，敲一天钟啊，并持之以恒啊，则志心一处呢，无事不办啊。这是佛遗教经里面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学习过程中啊，如果能把心收摄在一件事情上面呢，一个定点上面呢，不让它散乱，这样力量呢才能够集中，才能够产生力量，看见效果。就好像呢一根钉子啊，钉子的头一定是尖尖的嘛，钉在木板上的时候呢，力量才会集中在这个尖点上面嘛，才会有力嘛。所谓摄心不散，心住一静，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成功的人是专注一事，失败的人是多方从事啊。成功的人是目标专注，失败的人是目标漂移呀。同样的道理，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面呢是群组一大堆呀，信息要看也看不完呐。所以群组一堆，不如对机一个；朋友一堆，不如贵人一个，很有道理啊。那学佛也是一样啊，法门跟经典很多。3藏12部经读也读不完啊，然而只要慎选其一啊，并深入体悟跟实践，最终也是会一里通万里彻啊，最后还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啊，这个也是学佛的要领啊。好，现在我们来谈不亲未学难。佛陀认为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啊，或多或少呢都有轻视他人的心态哦。要做到完全不轻视他人，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佛陀是这样子认为这是因为凡夫俗子啊，只要稍微有一点名气，有一点成就就很容易产生共高我慢的心啊。那有些人不止我慢心还会轻慢他人自以为比别人能干，学问也比别人好。而主管却让他做那么卑微的小事，于是呢，他的心态就开始不平衡了。那这样的人呢，如果看到别人能力没有比他强就很容易升起轻慢的心所以有才华又自以为博学多闻的人呢，要他不轻慢未学之人或要他不去轻慢初学之人确实很难因为这个也是人性的弱点其实世间没有天生的博学者，博学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博学了，而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累积跟环境的培养那未学的人，并不表示他永远学不会，或永远都不去学，只是还没有那个因缘开始学习而已起步慢不代表就会慢到目的地啦。同理起步快也不一定找到目的地了。龟兔赛跑的不是就这个道理吗？对，输在起跑点但是却赢在终点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人性也是这样人性是怎么样一懈怠就会不进则退不是你退步是别人进步，你一比变成你退步对然而呢，只要你一开始精进就很容易迎头赶上对没有学佛的人我们不能轻慢他。如果我们轻慢他，那就叫做轻慢未学了。那对不懂佛法的人呢，我们应该用种种的方便法门来度化他，来教化他，不可轻忽他，因为他就是我们要度化的人必须先接受他，尊重他，你才有办法改变他嘛。那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即使早受戒、早修行，还是会有很多的业障
很多的妄想啊，因为可能早入修行没有错，但是还没有与佛相应啊。有时候对方虽然是心学啊，或者是味学啊，那说不定哪一天忽然一下开窍啦，而入道啦，那就超越我们啦。啊，这个在我们学佛团体里面，或者这志工团体呢，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见证了。悟道是要靠机缘跟因缘呐，根基跟因缘的意思啦，而不是看修道的时间的长短哦，或投入志工的时间的资深之浅，不是这样子。因为资深之人也有资浅之时啊，那资浅之人也有资深之时啊。为什么？因为术业有专攻嘛，闻道有先后嘛，啊，不可专也嘛。即使只是一个小沙弥哦，或一个新进志工哦，但或许他的根气很好，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能弃悟而超越我们了。慈悲三昧水忏里面的悟达国师啊，刚出家为小沙弥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开悟啦。所以唐朝诗人李商隐呢，就写了一首诗啊，里面提到啊，沙弥说法沙门听，不在年高在杏林呐。里面这个沙弥呢，啊，就是指从小就出家而悟性也很高的悟达国师的，是指悟达国师的。悟达国师14岁就开始会讲经哦。一般14岁的小孩子都还在玩耍或顶多能够端茶水而已嘛。可是那个时候悟达国师已经是沙弥说法沙门听呐，意思是说他是以小沙弥的身份呢对众说法，而坐在台下听法的都是一些年纪比他大的大德跟比丘啊。那不在年高在杏林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说法的条件不在于他年纪的大小，而是在于他对于佛法的彻悟。有时候年纪大的没彻悟，反而年纪轻的或年纪小的体悟深刻啊。这个在学佛团体里面常常有的事情呢。彻悟不彻悟跟你的年纪无关跟你的根基因缘有关嘛，刚刚讲嘛。所以不是说要到几岁几十岁才能讲经才能够出来接众，不是的，是在于你对佛法懂不懂。如果你对佛法不懂，即使80岁100岁你也不能讲了，要你讲你也讲不出来，也是言之无物啊，没人要听这个要清楚。那世间人呢，看年纪，佛陀不看年纪也不看身份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家都很清楚好像优婆离尊者优婆离这位尊者呢，他的身份是首陀罗啦。首陀罗就是印度种姓制度，不是有4个种姓制度吗？最低的一个人叫做首陀罗了但是优婆离的一些皇亲国戚的那些贵族子弟都比他还要资深，比那个优婆离的早出家。他们里面可能是最高的什么婆罗门就是出家人或者是什么其次第2个刹帝利就是军事跟行政的贵族啦、国王啦、皇后等等，是掌有权力的叫做刹帝利这是第2个那第3个是什么？吠舍农工商这个阶层的要缴税但是没有政治权利的这个叫做吠舍，是第3个。那第4个是什么？首陀罗嘛就什么土著啦、佣人啦、工人啦是属于这个阶段的。那优婆离就是属于这个阶级的嘛那这个4个阶级之外，还有一个更低的，叫做不可能接触的人他们叫做不可能接触的人，就是贱民什么是贱民？就是罪犯乞丐啦、扫马路的啦、扛尸体的啦，地位非常低下的这些人叫做贱民那首陀罗已经是最低的那贱民是更低嘛。所以未出家前呢，优婆离尊者是个剃头匠，帮人家剃头的，专门替那个释迦族的那些王子们理发他也替佛陀剃发那佛陀要求后出家的这些皇亲贵族们要向先出家的这个而且家世背景是首陀罗的这个优婆离顶礼。那些皇亲贵族还要向优婆离顶礼
这个是佛门的制度了。因为佛陀是不看年纪，不看年纪跟家世背景的，而是看他对于佛法懂不懂，看他对于世间放得下还放不下，这个才是佛法真正判断的方式不是依他的年龄或依他的背景，只要他能够讲正法，就不管他的年纪大小了。其实呢，有些人是出家人或祖师爷来投胎的年纪小小的佛缘就很深智慧就与众不同了。不只是在慈济里面，一些佛寺里面也是一样就是有许多这样出类拔萃的小孩有些人上台说法或分享还落落大方不像一般的小孩子那佛教界里面还有10几岁就会讲大圣经的，有些大人呢还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认为我是博士我是教授我还到处演讲我还出版很多书等等我还听你讲大圣经这种更高的我慢心就起来了，更高的不得了我怎么可能就听你讲呢？你小孩子这就是什么？不亲为学难，佛陀讲的啦。那我们在143讲主题是平常心与平等心，这一讲里面有提到平等心的重要各位可以去参考平等心是无党无偏，没有党派也没有偏私，对大人或小孩，或者对资深的对资浅的或者是对立根基的跟钝根基的，都是一律平等的尊重，没有去分别啦有这样平等心的观念呢，才能摒除自私跟执着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去轻慢未学他也不会去轻慢初学在金色金色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达官显要啦，或者是贩夫走卒啦各阶层的人呢来拜见上人跟上人会面或者留在金色用餐那绝对是人人平等，一视同仁的，没有丝毫的差别待遇当然总统来，有时候总统偶尔会来嘛，有时候我们还是要以礼待之这个是不同情形的否则呢，你没有这样子以礼待之的话，就变成是一个失礼这是不同的情形否则不管你是多大的企业家，或捐了多少大笔钱给慈济，或者市井小民的会众，人人都是自信平等的，都是菩萨，在本性上跟人权上是平等的，所以没有差别待遇那有些人会自命不凡常会自觉高人一等而轻视他人佛陀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他的见解。佛陀说世间有4件事情是不可轻视的。第一，火苗虽小不能轻视因为各位都知道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前我们讲过嘛，一根火柴可以烧掉一栋建筑物第二个，王子虽小不能轻视古时候是那种君主世袭的社会嘛，王子虽然还小，可是将来长大他也会继承王位统领天下百姓所以我们也不能轻视他第三，龙子虽小不可轻视古时候的人都认为世纪能够风调雨顺都是靠海龙王的恩赐要下雨或者要晴天都掌控在这个龙王之手这是古人的思想观念那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需要靠五谷杂粮来维持生命如果风不调雨不顺，五谷就不会丰收人民就要挨饿啦。所以古人对龙王都会怀有非常敬畏的心态不就靠天吃饭嘛天就是对龙王其实正言上人也是这样，常常提醒大家，我们不能够再讲人定胜天而是要讲敬天畏地天地造成的重大灾难，人类有时候还真的束手无策，也掌控不了新冠疫情把人类整得没完没了最近的土耳其跟叙利亚的世纪大地震，不也是这样子吗？龙子现在虽然还小，
总有一天也能够呼风唤雨啊！对他也是要敬畏3分啊！第4个，沙门虽小，不可轻视啊！从小就出家的小沙弥，或者从小就进来当志工的那些小菩萨，虽然现在还年少，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如果他能够用心精进去体悟佛法，增长智慧跟知识，将来也有可能在大众中呢说法度众生啊，也是未来的人师哦。所以佛陀才说，出家人虽然还年少，我们也不可以轻视他哦。那以上这一段呢，是佛陀针对不轻慢未学的，或不轻慢初学的见解，值得我们信受奉行啊。其实呢，佛性是无二啊，意思就是说，佛跟众生本来都是平等无二的，自性都是平等的，差别只在于能不能灭除烦恼了，有没有那个能力灭除烦恼了？能灭除烦恼的就是佛，烦恼缠身的就是众生，而能不能灭除烦恼的关键就在什么？在觉悟与否。所以我们不是常常讲嘛，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未觉悟的佛。我们常常讲嘛，道理在这里啊。我们也曾经讲过一次啊，总统再怎么位高权重，也是一张选票嘛。那草民再怎么样卑微贫贱，也是一张选票啊。地位不同，但是本性平等。同理，公司董事长跟路边的清洁工，职位不一样，但基本的人权跟本性是相同的。因为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嘛，而且呢，大家都是凡夫，所以凡夫性也无差别。全世界的凡夫习气都一样，所以我们才说凡夫无国界嘛。对再来医生跟病人也是本性平等医生要感恩病人，病人要感恩医生。没有病人的话，医生要医谁啊？没有医生的话，那谁来帮我们拔除病苦呢？所以医病之间也是本性平等，所以不能有高人一等的这种我慢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叫做我慢心，用在别人身上的叫做卑劣慢我慢已经很难听的啦卑劣慢是更严重每一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平等机会，然而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人人有机会，就是人人都有成佛的平等机会。那个个没把握呢，是因为个个都有难除的习气的，很有道理所以凡夫之所以不能成佛，那是因为心中有妄想跟执着嘛。皆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嘛，《金刚经》讲的嘛。才会什么受到这个所谓受困而造成障碍嘛。那未学佛者，现在不学，将来可能会学。今世不学，并非永远都不学，因为因缘一到，可能马上就入道。如果是已经在修炼佛法的人呢，只要一升起轻慢的心呢，当下就障道了，马上障碍自己内心的清净跟觉悟所以我们要学习平等恭敬一切众生，叫做礼敬诸佛礼敬每一位未来佛常常跟人家结善缘不要去障碍别人，而让人家心生烦恼，甚至呢去断人家的慧根，这个是更惨的，更不好所以见到初学者或者未学者，我们要一视同仁不可因妄心分别而去轻视别人连皇帝也不敢轻视牧童，小孩子牧童古时候呢，皇帝有一次呢，带着6个人出去找一位朋友在途中呢迷路啦正当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位放牛的牧童皇帝赶紧趋前的问到了，请问背刺山要往哪个方向走，你知道吗？这个牧童就说了，知道啊。于是呢就指点皇帝他们前往的路途的方向那皇帝又问你知道某某人住哪里吗？
他说知道啊。那皇帝呢吃了一惊啊，随口就问他：看你年纪这么小，但是好像事情知道的不少那接着又问他：你知不知道如何治国平天下？牧童说：知道啊，就像我放牧的方法一样啊，只要把牛的野性去除，一切就搞定了。治理天下也不是一样的道理吗？皇帝听了非常佩服啊，真是后生可畏啊！这个小孩真是不可轻视啊！本来以为他是年幼无知啊，没想到这个小孩子从日常生活学到的道理，就能够理解平天下、统治人群的方法，是不是后生可畏啊？再来讲一个故事，在新加坡的故事，真实的故事啊，在新加坡一所小学里面呢，老师在地上捡起了一位学生呢丢在地上的纸条啊，那发现这个学生呢在纸条上面呢乱写乱画，画了一些老师他们看不懂的公式哦。什么公式啊？上面写着1加1等于1，2加1等于1，3加4等于1，5加7等于1，6加18也是等于1。这些根本不符合数学逻辑的计算公式嘛？怎么加都是1呢？这个引起老师的好奇。那老师就把这个纸条呢交给校长啊。那校长看过以后呢，跟老师都想搞懂这些公式的意思，怎么加都是1呢？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学生叫来就跟孩子讲：你很棒哦，特别厉害哦，看了你画的这些这么好的画呢，怎么轻易就把它丢掉呢？你怎么把它丢掉呢？你应该把每次你画的都交给老师，老师帮你把这些作品收藏起来，看看你将来到底能画出多少漂亮的作品。这个学生听了就非常高兴哦。有人赏识他的有人很赏识他的这个纸条啊。那校长又问他：我在你的纸条上看到你写的计算公式这个可把我跟老师都难住了我们不了解你写的这些数字的意义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开这个谜底呢？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呢？我们会感谢你哦，跟我们分享你的答案呢。于是呢，这个孩子就非常爽快的，很开心，也很自豪的公布了答案呢。他说：1里加1里等于1公里，2个月加1个月等于一季，一年有4季嘛，3个月1季嘛，对，3天加4天等于1周，7天嘛，5个月加7个月等于1年，5加7等于1嘛，对，6小时加18小时等于1天呢。哇！他讲完以后，老师跟校长佩服的响起了掌声那这位老师跟校长一开始呢，没有轻易去否定这个孩子，也没有抹杀这个孩子不为人知的一面呢，没有小看他，就把这个纸条拿起来嘛，否则把它丢掉怎么乱丢纸条，就这样子而已现在看来呢，在孩子成长的世界里潜藏着很多大人无法了解的一面他们超乎寻常的这种潜能是被所谓的稚气跟天真掩盖着。我们以为这个小孩子是搞笑而已乱闹的他很天真的很幼稚是这样子想嘛？其实呢，他们是等待着大人去为他们启发跟挖掘呢他的潜能这就是一个孩子与众不同的未来那在知识跟智慧的这个海洋里呢跟孩子比起来呢，其实我们大人也存在很多的无知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抹杀了孩子的未来很有可能爸爸妈妈对孩子也是一样那这是一则很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提醒我们年幼的孩子也不能轻视他因为他们将来都会成为我们国家的栋梁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是要能够时时刻刻存着一份不轻未学的心念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心行平等难什么叫做心行平等难呢？心里所想的要跟实际行动的一致，
这个很困难，因为一般人常常会心里那么想，嘴巴却不那么讲或者是心里没那么想，嘴巴却那么讲讲的都是什么客套话或者是应酬话。说客套话跟应酬话不能说不好或不对啦，因为这也是人群里面互动的一环嘛说话要圆融不是嘛这意思嘛。但是要注意，客套话跟应酬话说多了，说过头了，会让人感觉说话不真诚不真实，因为言不由衷你讲话不是心里想的嘛，口是心非意思甚至会让听的人感觉是一种善心杂话，钦差公公其实这也是一种口业一个人讲话是在说诚实言呢还是在讲应酬话呢？其实我们听的人一定就知道了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那说话要多说雅言正语不要伶牙俐嘴油腔滑调这也是一种心行平等。心中所想的其实不只会反映在语言上也会反映在行动上不管是富者或者贫者不管是智慧或者愚钝的人我们都以平等心去对待他们，尊重他们，这样也是一种心行平等听起来好像也不会很难嘛，但为什么佛陀会说心行平等难呢？这是因为凡夫习气很重看起来不难但是一不小心就很容易造成心行不平等自己不知道，因为不懂得反观自照，检讨自己，常常拿放大镜来看别人，但从来不拿镜子来照自己一般人都有自己特别喜爱的人嘛，所以也很自然的会关心自己所关爱的人，私情小爱很重，在社会上这种情形也是很常见的那孔子也是有自己特别偏爱的弟子他最偏爱的学生是谁？颜回。孔子是圣人为什么他也有最爱呢？因为颜回听孔子的教诲可以闻一知十所以孔子对于他的弟子也有高低之分分别的标准是依照他们能够接受多少的教诲而定其实严格讲这也是一种分别，对不对？所以连孔子都难以做到心行平等更何况是凡夫的我们呢甚至佛陀对他的弟子也有亲疏之别所以平等多难例如佛陀对阿难就觉得很亲近，因为呢佛陀的生活起居都是靠阿难来服侍所以佛陀对阿难的倍感亲切，而对提婆达多呢却有无可奈何之感阿难非常体贴佛陀佛陀的举止行动对阿难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引导跟指标嘛。而提婆达多呢处处想要陷害佛陀但是佛陀对提婆达多的迫害不但毫无怨言还加以宽恕跟包容我们在读《法华经》提婆达多受记品就知道提婆达多将来成佛的时间比其他弟子还长尽管佛陀能对他以平等心以德报怨，但是在生活当中呢佛陀也经常觉得无可奈何我相信一些高深大的对他的弟子也是有这样子一种无可奈何之处那看看佛陀他也有这种难题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对不对？不过我们要学习佛陀的包容，以德报怨即使再恶劣的弟子再恶劣的朋友佛也会帮他受记祝福对于无缘或者有怨的人呢我们要默默的祝福他，祝福他将来得大福德，对他好对我们也好能做到这样就叫做心行平等就好像有一些学佛的女众面对没有善根跟佛缘的先生对他学佛之路呢就百般刁难处处障碍
甚至先生对他是口出恶言、恶行恶状的，让学佛的太太受尽了折磨跟苦难呐。有在学佛的，还有善知识呢，可以协助他借佛法的智慧来化解困境跟过关呐。那没有受佛法教化的人呢，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只能每天呢上演斗牛的戏码，跟先生斗也好，跟孩子斗也好，跟公婆斗也好，跟朋友斗也好，跟同事斗也好，都是一样拉扯、牵扯、纠缠，痛苦万分感觉关关难过其实即使没有先生的问题的或者公婆的问题或其他问题的，也有其他令人烦恼的事情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人生体验嘛。所以佛法才会说人生是苦也说烦恼无尽，誓愿断无尽的烦恼要想把它灭断那夫妻之间的应对之道呢？我有一句口诀虽然是平凡浅淡之言但却蕴藏着人生的哲理的。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一次，不过用在这个地方也很好大家不妨再参考一下这句话就是感觉先生不好，就要自我检讨自己做的好不好。如果先生因为我们做的很好，而且跟着变好，这样是最好。如果我们自认没什么不好，但是先生就是好不了，那表示我们做的还不够好。如果先生不管我们做的好不好，他就是不愿意改好，那我们也只好把自己的心先照顾好，千万不要因先生不好而我们也故意不好。这样的话呢，绝对会痛苦自己找，烦恼自己找同理，如果有人感觉自己的太太很不好，思考逻辑也是一样这就是什么？将心比心的同理心换位思考的意思站在同理心跟平等心的角度来换位思考，心里就会舒坦一些如果我是他我也差不多是这样想法这就没有对不对的问题了，只是观念的问题而已那会不舒服不开心，是因为我们以自己的角度去做判断我的标准才是标准变成这样子也就是先入为主心存定见这也是人性的弱点跟盲点，所以会造成冲突点对，你看别人不顺眼，不代表你就是对的人同理，别人看你不顺眼也不代表你是错的人所以我们不必自己先自卑人家看我们不顺眼，我们不要自己先自卑因为在我们自己还没有同意之前呢，没有人可以让我们自卑了，所以不要那么快就自卑，也不要那么快就自怨自艾体会一下刚刚上面讲那一句口诀就会让自己呢柳暗花明好多春对不对？心念一转海阔天空，不是吗？其实世间本来就是万物无法很平齐的，如果万物都是平平整整的，那就不是人间了各位看看大地高山有深海，东西也有大有小，那市区的建筑物也是有高有低连花园里面的青翠草木也是高矮不一人心也是一样，人的心有高有低分别有软有硬心很硬心很软那上个月我们志工呢，就为那个土耳其跟叙利亚的地震灾民呢走入街头去募款街头就是最好的道场，可以看到众生相一种米养百种人这个大学没教，补习班也没有，只有社区道场才有你看到有一家三代，常常很多了，不是一个一家三代呢，利用228连假一起站在街头募款这个是最有意义的家庭日也给孩子最好的机会教育跟生命教育那也有老板呢带着平均年龄20出头的职员呢一起呢站在高铁站的门口那天我去桃园高铁站，我去参加那边的街头募款就看到了那老板带着20几岁的好几个他们的职员一起来这边募款
来体会一下一种米养百种人的那种见识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其实距离上次慈济走入街头募款那是19年前的事情了呢。这种机会不是常常有啊，稀有的因缘你把握住了，会让你永生难忘，这就是智慧。所以既然要学习或学佛，就要尽量自我警惕，把自己的心念调整好，对人只有关爱而没有怨恨之心。虽然对某些人呢觉得无可奈何就好像刚刚前面讲的，太太对先生无可奈何，佛陀对提婆达多无可奈何，但是还是要本着宽宏雅量以对不要有怨憎之心因为有怨憎之心，就会有怨憎会之苦8大苦之一这个会让我们的生活呢度日如年而不能清安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也不断的鞭策弟子们比如说行布施的时候要以平等心去布施，受施者也要以平等心受施其实这个是因为当时印度人的生活水准贫富差距很大，有的人贫困到世俗行乞有的人却极为富有，能用金银玉器来装饰他的豪宅现在的印尼跟尼泊尔还是一样跟2500年前的佛陀时代是一样的普遍贫穷落后如果有去印度观光朝圣就会看到很多那个流浪街头的衣衫褴褛的人乞丐很多像这样饥饿贫困的人到目前还是存在当时呢，佛陀跟僧众接受国王大臣们所供养的这个佳肴美味的时候呢，也是抱着平常心去接受只要肚子填饱，就欢喜感恩的为他们说法，从不多求。那时也有很贫困的人像贫婆嘛他身无一物但是他也想供养佛陀看到大家以油灯庄严佛说法的那个道场他也剪掉自己的头发换来一盏油灯佛陀对他也是无限的赞叹因为对他来讲已经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因此受供养的人，不管有钱人布施的物品有多好，没钱人以何种心意来供养，我们都是以感恩心来回报这是受者跟施者都要有的心行平等不是只有教诲布施的人还要教诲受施的人一般的人都会说我们布施给修行学道的人或供养僧宝功德比较大都会这样子想其实这个也不全然要看布施的人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布施最殊胜的布施是不计代价的付出，不求回报嘛三轮体空就是这个意思嘛虽然供佛或供养三宝的这个功德很大，但是如果有求功德的这种心态的话呢，这样就不是心行平等的供养了，功德就大打折扣。有人问一位老法师有些人只修福没有修慧，你认为呢？问这个老法师老法师就回答了：布施给贫困的人跟供养法师功德平等甚至布施给贫困的人功德比供养法师还大，是福慧双聚那有人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布施给贫困的人比供养法师的功德还大呢？老法师就说了，因为你供养法师是抱着有所求的心，而布施贫困的是心无所求，就是因为这一份虔诚的爱心由慈悲而产生智慧，这就是无所求的平等心，所以功德很大。用在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很适合的你用什么心供养法师，你用什么心去供养那个贫困的人，布施贫困的人，对，所以由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心行平等其实人在多数时候都会有分别心的，如果能尽力无所求了，不起分别心了，才是修行的正确心态了，也才是佛陀教育我们的心行平等虽然佛性平等，
人权平等，但平等当中还有不平等哦。大人是成年人了嘛，对于自己的事情可以独立做主啊。小孩还在成长当中啊，智慧、心理、身体都还没有发育健全啊，行为必须有监护人的教导跟管束嘛。所以两者是有差别的哦。众生跟佛的差别也是这样子哦。佛证到菩提啦、涅槃啦、功德圆满啦，有大智慧、大慈悲、大福德、大神通，得到解脱自在啦。那众生虽然也有佛性，却没有这些功德，一生都是烦恼，还在受苦受难当中，这就是平等中的不平等。众生跟佛也是不平等的所以心行平等，如果以广义来解释的话呢，涉猎很广也因此呢，这个平等中还包含着不平等，非常的奥妙。也因为这样的，佛陀也好，高僧大德也好，正言上人也好，都是以广义的角度呢来阐述佛法，才能大小根器全摄，才能广度众生也就是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意境那心行平等，把它以广义来解释的意义呢，那更非凡例如说每个人的想法啦、做法啦、用法啦，虽然都不一样，也就是搭乘的交通工具不一样，但是要迈向目标，迈向的目标跟目的呢，却是同一个这也叫做心行平等心里所向往的跟行动所展现出来的没两样，虽然来自四面八方，最终的目标还是同一个，殊途同归啦。从不同的方便门进来，却同样行入菩萨真实之道菩提大道也就是中门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这个归元就是法源，都是同一个，叫做归元，归到同一个来源，叫做净思法脉，也就是重头这样也是叫做心行平等也可以叫做心行平齐心跟行是平齐的，整齐不整齐不是看外表，是看内在。看外表叫做看热闹，看内在叫做看门道门道就是他所蕴藏的精神理念，叫做门道。万众一心的精神理念就是万法归一这样就是心行平等好，我们今晚读书会不轻未学难，心行平等难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感恩大家。